天我们放下米其林，来一个比较随性的土耳其农家菜，味道很好，关键吃着很爽。这里是好吃看得见，好吃就能做的麦叔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麦叔。前几次呢，我们是米其林做的呢是蛮累的，但吃的也是够爽。那么这次呢，西装暂时脱一下，换件 polo 衫穿一穿，轻松一下。生活呢就是这样，需要仪式，那更需要随性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体验一个土耳其农家菜。其实呢，这道菜更适合去户外做，弄个大烤炉，喝点啤酒。本期这道菜呢，就是土耳其烤牛尾，非常的简单。我呢稍微改良了一下，加入了我们的这款啤酒。虽然说穆斯林的美食呢不能加酒，但是呢我们自己吃也就无所谓了。我想呢，经过改良的味道一定会更好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整条安格斯的牛尾，我们先把它多余的脂肪给去掉，否则呢，烤出来呢，那你就看不到肉了。牛长这么一条尾巴，甩起苍蝇来一定是作风优。苍蝇被这尾巴甩一下，估计直接空中解体了吧。没解体的也以为自己星际穿越了吧。我们先把牛尾外面一层厚厚的脂肪修整掉，但也要适当留一点，油润和香气还是要靠它的。接着呢，我们把它切成6到8公分一段的样子，好吧，是我肤浅了。本来以为呢没有电锯也无所谓，最后切了3段，果断送到楼下菜场，找摊主的屠龙刀帮个忙。现在来给牛尾赋予第一道香气，这款瑞士的灭火器系列啤酒有浓郁的焦麦香气和太妃糖的香气，口味介于 IPA 和世陶之间，能给予牛肉赋予清爽的麦香，顺便嫩化一下牛肉。我们用啤酒搅拌一下，浸泡15分钟。我们倒取啤酒，撒上少量的盐和黑胡椒。原版里呢号称用牛尾自己的盐分，我不是很肯定牛尾里是否有盐分，还是加一点吧。黑胡椒呢纯粹是我的选择。搅拌一下，腌制10分钟。我们拿出一个大小适合的陶罐，记得最好选用能进烤箱的罐子，底部刷上一层薄薄的油层。然后呢，就是我认为这道菜最解压的部分，把牛尾按照大小，中心大，周围小，以拼图的思维，强迫症的自我修养，把整个陶罐给塞满。然后放入4到6颗大蒜。还记得这个酒吗？对，就是之前我们用过的马德拉强化葡萄酒，因为它清美的甜味和强烈的果香，我就死车子我利用它来作为糖和提香的配料了。倒入70毫升左右的马德拉酒，盖上一张烘焙纸或者蒸笼纸，再用铝箔封一下口。盖上盖子。烤箱预热165度，烤上它6个小时。当然，你也可以110度烤它个24个小时，这是原版。我们一般没有这么悠闲的福气。吃上一轮鸡或者看完一部电影，我们就可以来搞一下烙饼了。400克的中筋面粉，撒上海盐，3克的酵母，230克的温水，将我倒起来。从面絮揉捏到有点湿的面团，就放在碗里醒发1到2个小时。冬天的话呢，再加1个小时。接着你就可以继续去看片、睡觉、打游戏了。随便侬做啥。离牛尾烤好还有1个小时，我们烙一些饼吧。将醒发好的面团倒出来，用手揉捏一下。记得哦，不要揉捏时间过长，因为这样会让面团过度起筋，弹性太足，那以后就不太好控制了。撒上点干面粉，面团分成4到6个小面团。然后摊成薄饼。摊成薄饼后呢，放上烤盘，看着它起泡，看着它上色。烙完后呢，就放在竹篓或者盘子里，盖上一条毛巾，保温保湿一下。差不多，我们的牛尾烤好了。掀开盖子，一瞬间香气飘散。
颜色呢也很不错。用勺子稍微搅拌一下，让底部的汁水接触到牛尾每一个部分。盖上盖子，放一边焖上一会儿。这个间隙呢，我们准备一下土耳其风格的配料，非常简单：西红柿切片，尽量薄一点；欧芹切碎，洋葱尽量切成细丝。再来一把香菜切碎，这个香菜呢，一会儿另外有用。将切好的配料，除了香菜都放进碗里。撒上土耳其菜里特有的香料漆树粉，也就是盐麸木果粉。这玩意儿呢，味道挺不错的，搅拌一下。一块块的取出牛尾，看看这滴着油 QQ 的牛尾肉，还不断的辐射出大量的香味。这个场景是唯一一种能超越美丽的小姐姐泳池出水的诱惑。把罐子里剩余的牛尾汤汁和牛油倒在另一个碗中，我们一会儿再用。这个可是精华中的榜一残留啊！我们把牛尾骨肉分离，并轻轻的撕碎。看看这玻璃的丝滑状态，真便宜了这副手套了。粉丝还没先吃呢。好了，把牛尾配料在烙饼上堆起来，牛肉多一点，吃起来满口流油。再来一份手擀面，堆上牛肉和配菜，淋上酱汁。我看见了“鲜甜香”3个大字印在面条上，再淋上一点点的辣椒油，丢一把香菜，撒上一些白芝麻。现在这样的天气，来一份这样的拌面，不要太冷哦。喜欢酸口的呢，我建议上面再来一点点意大利黑醋，味道一定别有风味。烙饼里也不要忘了淋上牛尾酱汁哦，一口下去满口爆香。这次失误了，等吃完了才发现硬盘满了。哎，算了，我想看到这里有没有我的大快朵颐，也不会影响你对这份美食的脑补吧。我觉得这道菜呢，特别适合天热吃，就像一阵清风，吹拂着那个站在你面前甜美小女生的鬓发。而当牛尾那浓郁绵柔的鲜香滑进你嘴里的时候，恰如你突然发现，边上还有一位御姐正在掩面而笑。这个形容好像夸张了点，不过画面感很强。自己想，自己去想。好了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快去试试吧。我是你们的麦叔，我们回见。